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呐。今天来给大家放一个猫神早期天天黑美国的视频啊。你们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这些个海外的人呐，天天嘴炮煽动别人上街发动斗争的人，实际上呢是唯利是图的。原来他们跟着党混的时候呢，黑美国能赚钱就黑美国，现在党让他煽动美国内战能赚钱，他就煽动美国内战。所谓的他们是民族英雄、民主斗士，其实呀都是披着英雄的皮来撸钱的垃圾人而已。这个视频呢，面具人放在节目最后再放给你们看啊。你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一定会震了两下惊的啊！你们也看到面具人我换地方了，嘿嘿。那我也拍了一个短视频，介绍了一下我的这个新住所，以及面具人为什么要换地方啊。没办法，面具人现在换了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这算是个仓库吧，这边的老外便宜的租给我了。那没办法呀，面具人我不挺穿呀，很多人不爱看呀，再加上疫情这边现在确实是没什么好的事情做，那我的收入现在确实不足以我住一个好一点的房子，所以呢，面具人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你说，哎呀，面具人我要是跟着这些大外宣、大外谣们一起造谣，是不是说什么汉人支那畜生，咱们煽动仇恨，说川普是神选之人、天命之子，我今天爆出来一个猛料，明天选举翻盘了，后天美国内战了，大后天共产党死了，然后呢和党内的一些老领导勾兑一下，谋个大外宣的职位，你说我这年收入不说多啊，一天赚个1万块是有的了吧？猫神那种普通话都说不利索的人，一天都能有1-2万的人民币收入，那按照面具人这种口才，应该有个一天2-3万人民币的收入吧，至少应该和江峰文昭齐平吧。可能面具人的音色还比江峰文昭好听一点，但是面具人我没有这么做呀，我还是选择过这种平凡避世的生活，不求别的。说那些明显违背我自己智商、违背我自己逻辑、违背我自己良心道德的话，面具人我实在是说不出口。你让我去歧视有色人种，你让我说那些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谁没有困难的时候？谁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要让面具人造谣撒谎骗人害人，就为了赚那点钱，这种事儿呀，面具人实在是做不出来。赚钱的方式多了去了，我还真的是不贪财啊，每天我赚的钱够我买点牛肉、鸡肉、啤酒交房租就行了嘛。面具人就这点追求，哈哈！我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做宅男，开点啤酒，吃个烧鸡，看看电视剧，打打游戏就行了。什么法拉利呀、豪宅呀、名表呀、名车呀，面具人我对那些东西没兴趣。我觉得我住这个破房子也还行，有个性，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嘛。咱们没那么低的道德底线，像石统计、江峰、吴建民、猫神，他们都住豪宅，天天被人膜拜当英雄。面具人我连脸都不露，有啥好膜拜的吗？哈哈。那来说今天的主题啊，美国的选举人团投票已经结束了，按中国的时间线来算的话，差不多过去了快3-4天了。面具人这2天刚好搬家，没来得及说这件事儿，但是刚好呀，大家老观众朋友们都知道面具人确实是出新闻出的比较慢，一方面呢是因为面具人不喜欢提前瞎鸡巴乱说，二来呢面具人就喜欢让大家先看看这些网络骗子们的表演，等你们看完这些网络骗子的表演之后呢，再来看面具人的节目，有了鲜明的对比以后呢，更有利于你们自己下一次不再被骗，哈哈。首先来说一个最近大家都在说的一个叫做尹启胜的红三代啊，据说是个红三代啊，说什么黄金洗钱这个事儿跟他有关，他是负责红三代红二代的海外黄金洗钱的事情。那这个事儿呀，面具人告诉你们啊，这个兄弟也找过面具人，这个兄弟找面具人爆料的时间应该是早于他找大法和民运爆料的时间点的，只是面具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帮他爆料。刚说到了这个伙计之前还联系面具人我了吗？咱们有图为证啊，你们看
看面具人没有瞎胡说啊，你们也看到图了。当时他和面具人联系，说要爆料一些红三代的事情，要爆料一些中共高官在海外用黄金洗钱的事情。那因为面具人我向来比较严谨嘛，作为同样作为也是在这种富贵圈里面混过的面具人呢，对所谓的红三代的整体思维和素质，还有他们的习惯、他们的逻辑是比较了解的。面具人和他就是这个尹启胜，在 Telegram 上面聊了几句，我对他的负面评价也没什么负面评价。人家能找到面具人，我想要做一些爆料。当然了，面具人也很感谢人家瞧得起我，证明面具人还是小有名气的，对吧？只是面具人通过和这个尹启胜交涉了、沟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啊，他所说的一些事情和面具人我的认知不太一样，并且呀，我个人认为他讲的这些事情可能正面意义不大，而且他讲的很多东西说的，为了以民生为出发点的目的性更大一些，实际上想要以普世价值作为出发点的内容几乎没有，所以面具人我当时没有选择帮他爆料。你们可以看好时间点啊，他当时找面具人爆料的时间应该是早过找这些大法媒体呀、民运媒体爆料的时间点的，只不过面具人本着面具人的媒体平台不是用来炒作煽动激情的平台，是提高智商的平台，所以面具人没有为他爆料。老观众朋友们都知道，面具人判断一些政治局势的发展还是比较准的。大选之前，当时大家无论是出于私利还是说出于政治任务的目的啊，面具人是为数不多的判断民主党会赢得本次总统大选的人吧？准不准？好了，先来说一说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选举人团投票的事情啊。按照美国大选往年的情况来看啊，选举人团投票大家的关注度并不高，因为这个玩意儿的感觉类似于什么呢？就像世界杯一样，每次踢到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啊，大家都会非常的聚精会神的关注，但是呢，等到了颁奖典礼的时候，很多人呢就会转台了。不知道观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这样？反正面具人我是这样啊。美国的选举人团投票也是这样，在往年的选举人团投票的关注度也不会太高，因为选举人团的票早就在大选日那天都确定了。如果你认为还不确定，那还有安全港日呀，这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大选这个选举人团投票只是一个形式，所以呢，大家的关注度都不会太高。可是本年的美国大选呢，这个选举人团的投票的关注度就比较高，主要是因为美国本土的英文圈子啊，川普调动了他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攻击媒体、官员、公务单位。总的来说呢，就是一句话，你不支持川普，你就是敌人，你就是虚伪的垃圾人、黑五类。就像当年的文革的时候，你不支持毛主席，你就是黑五类，要被消灭批斗。你问他有什么理由？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不支持呀。什么原因呀？原因就是你不支持呀。为什么呀？因为毛主席他是伟大的红太阳，如此伟大的人你都不支持，你还会支持谁？你不支持就证明你是一个非常虚伪的败类。那川普是神选之子，神你都不支持，你还能支持谁？你这个人太假了，你必须要被消灭。面具人根据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呀，其实中国人大部分人啊，对社会科学、对政治、对心理学的敏感程度非常的低，理解能力也非常的低。傻子多不多？多，但是呢，你要去找。在过去几十年呀，尤其是20-30年前，90几年的时候、80几年的时候啊，你在大街上行骗呀，像是在火车站广场上面那种，或者是人多的闹市啊，走在路上的人，你看他是外地人啊，你把他撞一下，你口袋里面刚好装一袋子小金块，你就说这个是自己家里面祖上留下来的，或者说你是捡回来的啊，急于用钱，便宜卖给他。
找这种好骗的傻子骗来买。其实呀，这个金块呀是铜染色成金块的，它并不是真正的金块。这种玩法呢，它有成功率，但是一天呢未必能成功一次啊。你玩个几天，可能能骗上一两个、两三个傻子，对吧？还有就是在公交车上面，有些人呢喝饮料中奖了，奖金3000块、5000块，甚至有1、2万、3、4万的。然后呢，旁边的2个托儿就想要便宜的买这个奖券，然后大家一唱一和的，哄骗这个感觉好像是农村来的，不懂城里面的规矩呀，怎么样？老乡啊，你这个东西你还不了，你便宜卖给我，我来给你还500，你看卖不卖？这个桥段啊，电影里面也演过，这些把戏的成功率都是非常的低的，他们干几天未必能骗上一个傻子。为什么？因为基数小，效率低。可是互联网时代就不一样了呀，你平时在现实生活中骗个人什么的，你一天碰瓷儿的，你能碰到的人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可就不一样了。你看在网上做什么节目呀，发什么帖子呀，少说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浏览，多了可能就是几万人、几十万人的观看浏览，对不对？傻逼它也是有一定比例的，并不是说中国人比起其他人种，中国人就是傻逼多啊，比例就是那么的大啊，可能中国人的傻逼的比例偏高一点，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基数变大了。你的基数一旦变大了，傻子肯定能找到呀，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激动，感觉好像中国人都是傻子。见怪不怪了，毕竟上网的人那么多，肯定有不少250的，这些大外宣钓的就是这些傻子的鱼，所以呢，大家就见怪莫怪了。选举人团的投票已经确定了，拜登306票，没有多也没有少。可是呢，咱们华人很多傻子还活在平行世界当中，继续给这些大外宣打赏啊，猫神啊，吴建民，我支持你，你是伟大的反共英雄，继续支持着这些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尤其像那个我上一个节目骂的啊，婊子养的陈伟宇是吧？造假，他自己的播放量、流量、点赞、留言全部都是刷的，还要说人家拜登造假。我都不知道这些人啊，贼喊捉贼，自己作假还要说别人假。首先他自己就是一个极度虚伪的人，二一个呢，你说陈伟宇一把年纪的人了，40多岁的老女人了，舔着个逼脸睁着眼睛说瞎话。反正面具人我也是没有40岁，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都做不到啊！我一个男人我都做不到睁着眼睛说瞎话。不知道这个女的她是多厚的脸皮啊！你看这一次选举人团投票已经确定了，大家之前期待的选举人团临阵倒戈的现象也没有发生，之前是多少票，现在还是多少票。但是呀，这中间有个亮点，就是之前一直比较消极的面对大选，甚至是比较挺川普的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他也确认拜登当选了，恭喜拜登了。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呢，麦康奈尔至少是表面上看表现得非常反川了，非常的支持拜登了。但是为什么面具人我要说麦康奈尔是表面上看呀，表现得非常反川了，非常的支持拜登了因为麦康奈尔这个人老油条了，非常的猥琐，老奸巨猾。麦康奈尔每次做决定都是能最大限度的踩红线，保证自己的党派利益，保证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又不会踩出红线。麦康奈尔之前挺川普，一直为川普兜底，甚至说要看看川普打官司呀什么的，川普有权利打官司这之类的话。所以说麦康奈尔他之前表现的举动，是因为整个美国他的这个躁动的情绪没有被川普调动起来，但是呢
可能有一丝的希望能跟着川普一直保持着自己参议院共和党老大的位置，所以呢，麦康奈尔才说了一些不痛不痒的话。但是呢，麦康奈尔他现在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做了一些举动，让面具人认为他有可能是真的认输了觉得我们共和党败了，我们要支持民主党了。但是呢，我说的只是有可能他为什么这么做说白了还是政客的利益嘛。但是麦康奈尔私下还有2个比较重要的举动，究竟是什么举动根据美国的2位知情人士说，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周二的一次私人核心会议上面警告共和党参议员不要反对1月6日的选举结果。1月6日他们还要再鉴定一次。麦康奈尔在这个核心会议上面告诉了他的同事们，挑战结果将迫使共和党人进行可怕的投票，因为他们需要将其否决并反对唐纳德·川普总统。麦康奈尔说这个话的意思基本上就是等于告诉他自己的这些共和党同事，你们不要找事儿你们谁敢找事儿了，我就算启动可怕的投票，也要把你们的投票把川普给否决了。参议院多数党的另外2个领导约翰·图恩和参议员罗伊·布朗特也赞同麦康奈尔的话，也赞同麦康奈尔的决定。等于说共和党这边的老大扛把子几个大佬把川普想要通过政党和参议院和共和党发动政变，发动否决大选的这条路给堵死了，把这个希望给破灭了。参议员雪莱穆尔卡皮图说，没有人反对麦康奈尔电话会议上面警告共和党参议院成员接受选举结果的提议，没有人敢反对。可是呢，美国的这次大选真的是剧情跌宕起伏呀。由强硬保守派众议员布鲁克斯、阿拉巴马州领导的几位众议院共和党人仍然计划对1月6日的选举结果提出异议，而国会将正式对其进行认证。可以看得出来，共和党内部的极端派现在还是想搞事情，众议院里面的共和党极端人物也想搞事情。但是呢，共和党里面也有一部分人是支持拜登，也有一部分人是不支持拜登的。现在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撕裂的状态。面具人，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也感慨美国的这次选举确实是搞得太难受了。川普本人不停的造谣，并且呢，川普提供了一定的资金给一些侧翼他们的下属组织、媒体或者是自媒体也在造谣扣黑锅。面具人，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川普这一套是和中国人学的，他背后是有中国人的谋士呢。把文革扣黑锅这一套玩的那是登峰造极呀。其实麦康奈尔现在至少表面上表态不支持川普了，要尊重美国的选举结果，最主要的目的其一就是想要保住自己的参议院席位和参议院领袖的位置。如果麦康奈尔和川普一意孤行的话，很可能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轻则共和党失去参议院，麦康奈尔丢了饭碗，重则呢，麦康奈尔会被川普绑上分裂美国起义内战的战车这么一个下场。其二呢，就是麦康奈尔的这个老婆赵小兰真的是牛逼呀，在美国高层纵横几十年，现在真正至少算得上是3朝元老了，还不止，应该是 N 朝元老了。赵小兰1953年3月26日出生于中国台北市，她现在是美籍华人。那之前出生于台北，那就应该算是台湾人了嘛。但是这个赵小兰和大陆的关系更深，她的父亲赵锡成就是上海帮那边的元老，和江泽民是同学关系。赵小兰凭借着父亲还有江泽民的关系，成为了华人在美国政界纵横的传奇人物，没有之一。
赵小兰是华人里面在美国政界里面混得最牛逼的，也没有之一。美国历史上她是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并且呢她是女性。她担任过美国第24任劳工部部长，美国第18任交通部部长。面具人来给你们说一说赵小兰的履历啊，你们听完了就知道这个人多牛了。1986年的赵小兰弃商从政，任美国联邦政府交通部航运署副署长，不久又转任美国银行高级副总裁。1988年，赵小兰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海运委员会主席。1989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交通部副部长。1991年至1992年，出任美国和平工作团团长。1991年12月，任美国和平队第12任队长。1992年至1996年，任美国最大慈善事业美国联合慈善基金会主席。1993年与米奇·麦康奈尔结婚。1996年，赵小兰辞去联合基金会会长职务，以帮助她的丈夫竞选联邦参议员。同年，任美国智囊组织传统基金会研究员。1998年，任美国智囊组织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2001年1月11日，当选总统乔治·布什提名赵小兰出任劳工部长。赵小兰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华裔，同时也是内阁中的第一位亚裔妇女。2016年11月29日，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提名赵小兰出任美国交通部长。2017年1月31日，赵小兰宣誓就任美国第18任交通部长，正部级了啊！从老布什林肯时期，赵小兰就开始在美国的高层任职。老布什林肯都挂了，赵小兰现在还混得风生水起的。那说到赵小兰，大家想一个逻辑嘛？川普要想和中共打贸易战，赵小兰的家族和中共的关系又那么的深，赵小兰全家都是靠中共发家的，川普却要重任赵小兰，那你觉得他会和中共动真格的吗？最多也就是逢场作戏而已嘛。川普他傻吗？川普如果真的想和中共撕破脸皮，他为何要用中共的人呢？这次麦康奈尔也不选择跟川普一路走到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问题出在赵小兰这里了。美国众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卡明斯在致赵小兰的一封信中说，他的行为连带出不少令人不安的问题。卡明斯和隶属众议院的另外一个相关委员会的主席克里斯希纳穆尔蒂在致赵小兰的信中表示，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澄清赵对情况的错误描述。此外，还将审查他是否违反了道德规范和公开财务状况的义务。众议院民主党人给赵小兰写的这封信的起因是根据媒体报道，赵利用他的地位和他父亲还有他的姐妹共同经营的航运集团公司谋取好处。赵小兰出生于台北，父母都是华人。据媒体报道，赵利用他的职权为他的家族公司在中国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报道还称，北京政府为赵氏家族公司提供了数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资助该公司购买外国船只。据《纽约时报》6月份发表的一份报道介绍，2017年原定赵小兰作为交通运输部长的首次访华行程被取消，这是因为出于道德和国家层面的考虑，因为这一位美籍华人交通部长希望他的几位亲属陪同前往，所以呢，这中间问题就大了。你带上亲属的话，万一你的亲属跟别人搞了什么交易，这就说不清楚了，对吧？美国媒体也报道说，赵小兰和他的父亲一起曾接受中国媒体10几次采访。委员会要求赵小兰交出税务、资金等文件，包括他和父亲以及他妹妹赵安吉之间的联络文件副本，并警告委员会正在检视你对事实的不实陈述，以及你可能让你继续持股的这家公司获利的举动，还有
你遵守职业道德和财务披露要求的情况都出现了问题。那面对多重压力之下呀，首先呢，赵小兰最近也是麻烦缠身，对吧？现在很多人在调查他，麦康奈尔的态度现在软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明白了吗？如果麦康奈尔现在这步棋走错了，一路硬刚到底，麦康奈尔可能会完蛋，赵小兰也可能会完蛋，他的家族也可能会完蛋，这个可能性可大可小，你主要看麦康奈尔敢不敢赌。那目前来看呢，麦康奈尔是不敢赌的，对不对？所以呢，麦康奈尔的态度软化是很正常的。那么除了麦康奈尔啊，这一次拜登胜选还有3个国家是一直迟迟不祝贺、不承认拜登当选的这么一个事实啊。哪3个国家呢？那就是普希金。这3个国家啊，从11月3号到现在一直不祝贺，拖了这么长的时间。普京在这次选举人团投票完毕后，终于是松口了。据美联社报道啊，美国选举人团通过投票正式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之后的第2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向拜登发出了贺电报啊，祝贺拜登当选。普京指出，基于相互尊重的合作符合俄美2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之前克里姆林宫早些时候曾表示，在美国未正式确认获胜者之前，俄罗斯总统暂不向拜登表示祝贺。你看普京说话多硬气啊，他不祝贺就是不祝贺，我明面上的说，不像中共啊，不祝贺还要找各种理由。那上个月普京曾说，我们只是在等待美国内部政治对抗的结束，拖到最后来看呢，美国民主这一次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俄罗斯这边呢，可能是看美国现在没办法再拖下去了啊，再拖下去就真的会把俄罗斯操纵美国大选的这么一个现象真的彻头彻尾的给揪出来。所以呢，普京现在不得已给拜登发电报了，祝贺了。那给拜登发出的贺电中，普京表示，对全球安全和稳定负有特殊责任的俄罗斯和美国尽管存在着分歧，但能切实促进解决世界现在面临许多的问题和挑战，大家应该合作。普京还表示，基于平等和互相尊重的俄美合作应符合2国人民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2国合作和接触，我普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看啊，普京现在发话了啊，支持拜登了。那我们现在对比这次2020年拜登当选和2016年川普当选，普京祝贺的差距啊，2016年就是当年川普当选的时候啊，普京是当天直接打电话过去了，和川普聊了很久。但是这次拜登当选啊，普京一直拖了1个多月，一直不想承认，到最后呀，这实在是拖不下去了，才勉为其难的仅仅是发个电报祝贺一下。只要是智商没什么问题的人，很明显都能看出来普京他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川普和拜登对于普京来说呢，普京更希望谁当选？其实呀，普京这边比起中国来说，至少是拿得起放得下，已经够爷们儿了。北京习近平这边呢更是搞笑，12月15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到，美国大选选举人团投票结果再次确认拜登先生当选获胜的结果，中方对此有何回应？请问中美领导人之间是否有通话安排？汪文斌表示，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选举结果，习近平主席已于11月25日致电拜登先生，祝贺他当选美国总统。关于你提到的第2个问题，我们历来主张中美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对话，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如果有消息的话，我们将会及时发布。你看啊，这个汪文斌绕来绕去说了半天，
也没说出来个屁。中国这边表现出来的态度明显是不情愿的很多，比起俄罗斯普京还要不情愿的多啊！并且呀，中国这边啊，他说话你是不能信的。面具人我数一数啊，这次麦康奈尔不挺川了，刚好让咱们划船粉找到发泄点了，开始痛击麦康奈尔和他的老婆赵小兰。当然了，这俩本来也很难称得上是干净人，所以呢被抨击那也是因果报应。现在划船粉的言论包括美国的法院被收买了，美国的将军被收买了，美国的警察局被收买了，美国的这个联邦参议员，美国的州政府都被中共收买了，美国的叉叉叉被中共收买了。按照划船粉的理论啊，习近平中共成了所有西方主流媒体的老板，全部所有的西方媒体都被中共收买了 CNN、NBC、CBS、ABC、BBC、AP、NYT、CNBC、CBC、法广、德国之声、Time、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还有数不胜数的媒体和他们的母公司都被中共收买了。不仅如此，还有什么微软呀、高科技公司呀，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都是被中共收买了。然后呢，就是把全世界的法官、军队全部都被中共收买了。面具人我就在想啊，中共哪来这么多的钱？哎，你们考虑过吗？中共没那么多钱，这么些人会被他收买吗？没钱你收买个屁呀！中共难道能够像国内一样，一个公司一个党支部的完完全全的控制他们这些企业的行为吗？他能控制这些媒体上所有的言论吗？能不能啊？就算你收买了，对吧？你也不可能完全100%像中共国内大陆这样的控制吧，对不对？能不能？面具人我不知道啊，你们自己可以思考。反正面具人我知道的是，目前这些海外的民运媒体、轮媒体已经和党中央统一步调了，并且面具人我知道，收买一个民主大师一个月的工资啊，少了也就是1-2万人民币，多了也就是10几万、几十万人民币，这些钱呢还没中共的一个村官值钱呢。并且呀，你看这些带节奏呀，制造美国内战呀，要美国人民互相斗争呀，分裂美国呀，这些话都是民主大师在讲的。他们这么说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符合谁的利益，就知道他们这些人是为谁服务了。首先，美国内战，美国分裂，美国人民拿起武器上街互相干、互相杀，这显然是不符合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的。反而呢，这么做是符合中共的利益的，对不对？美国内乱了，美国撕裂了，美国老百姓互相把对方杀光了，你觉得符合谁的利益？肯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肯定符合他的敌对方的利益，对不对？那谁和美国为敌？中共呀，俄罗斯呀，对不对？美国内战了，美国解体了，美国人消失了，谁最高兴呀？中国人呀，中共呀，对不对？你说这些人在美国啊，天天讲民主，实际上呢，你看他们并不是为了美国好，但是呢，他们又要嘴上说，哎呀，美国如此伟大，可是呢，每次中共强势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跳出来灭火，说中共傻子、白痴、弱智，然后呢，又在给自己的信徒洗脑说，中共收买这个，中共收买那个，中共是全世界的威胁。他们的行为啊，其实和中共非常的类似，看起来辩证充满矛盾，实际上呢，都是有一个利益中心在里面，并且呢，这个利益中心并不是美国，并不是为了美国好，懂了吗？那咱们思考了这一圈，观众朋友们，你们想想这些人，这些民主大师，你说他不是为中共服务，那就很难说得过去了。你别看他们嘴上讲民主，观众朋友们，你们拿脑子想想嘛，拿屁股想想嘛。他不讲民主，他怎么能洗脑你们呢？他不讲民主，他怎么能进入美国呢？他不讲民主，他怎么能够迎合港台人？他不讲民主，他怎么能哄骗大家开心？怎么能把大家哄骗开心了以后割韭菜呢？对不对？很简单的道理嘛。而且呀，猫神呀，
前2天哭了以后呀，最近的真实嘴脸总算是暴露出来了。你们看这张图啊，不用记录，不用调查，猫神就是铁杆支持川普，准备怎么打击报复都行。已经有很多人在讨论猫神的下场了，坐牢还是遣返，被中共枪毙。有些宅心仁厚的人认为我只需要封号就可以了。猫神刚刚逃离大陆，如果因为支持川普被报复，感谢成就猫神名节，谁让我瞎眼跑到影子共党国家？希望你有能力战胜川普，再谈报复猫神。在这里啊，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猫神呀、老鼠人呀、江峰呀、文昭呀这些人啊，他们是不缺钱的。他们的钱从哪儿来啊？他们的钱来路有很多方向，并且呢，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其实美国乱不乱和他们的关系不大，因为他们有钱。美国乱了，他们也可以带着钱去不乱的国家。而且呢，有些事情呢，咱们是不能去试验的，不能去印证它发生的。比如说啊，你要说猫神他现在不是为了美国好，那我们就试一下嘛，看美国打仗了，美国乱了，猫神会不会与美国共同存亡，会不会继续待在美国？但是这中间有一个矛盾，就是美国真的乱了，我们为了试验猫神他会不会真的待在美国就让美国乱，你觉得划算吗？是不是？同样的，猫神也抓住了这个心理堵老百姓不敢去刨根问底。所以呢，猫神说他爱美国，可是呢，你看猫神说这个话就露馅了我现在脱离了中共，跑到美国，又跑到了这个中共控制的影子国家。那你这意思就是美国是中共的小弟了，美国是被中共控制的了吗？对吧？中共哪有那么牛逼把全世界都收买了？中共哪有那么多的钱？他就算把中国人民再压榨几十倍，他也压榨不出来这么多钱呀，对不对？哎呀，猫神这种人呀，真的是虚伪的不得了，小小年纪张嘴胡说当然了，面具人我看他应该是跟面具人我差不多的年纪还有呢，给你们看看早期猫神还没有开始反共，他还在西瓜视频为王岐山服务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做视频是天天黑美国的。由于现在墙内需要保护他民主斗士的这个身份，所以呢，把他墙内的这些反美的视频基本上删干净了。那面具人这里这个视频是为数不多的之前的视频有粉丝给面具人发过来的。之前猫神反美的视频有很多，现在都没了。现在这个视频是非常珍贵的，能够证明猫神这个人两面派虚伪嘴脸的一个珍贵资料。那猫神现在成为反共斗士了，天天煽动美国内战，为了啥？你们真的认为他猫神真的是爱美国吗？他爱的只是钱而已。否则呢，他住豪宅，面具人我住这草房，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嘛。不知道有没有韭菜愿意让面具人我割一下？有，倒是有，肯定有。可惜面具人我不会耍镰刀呀，当然了，你们也可以加入面具人的会员支持一下我呀。还有这个猫神的视频因为版权问题咱们讲法嘛，既然在法律国家，咱们就讲法。这个视频呢，油管规定了，属于别人的视频我就不能放在油管上面，所以呢，我给他发到群里面，我也把它发到推特上面。你们等一下可以看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点击群里面的链接或者推特的链接进去看。我把文件都发到群里面，你们可以把这个文件下载保存下来，以免猫神以后抵赖，知道不？当然了，大家如果觉得面具人现在太 low 了，可以加个会员支持一下澳洲还有习近平停电的事儿，咱们放在下一个节目讲。
我标题说了嘛，但是因为篇幅问题，咱们下一个视频讲这个视频和谐问题，大家理解一下啊。你们点击视频下方的内容简介，到我的群里面看。我们下期再见。